我只是把身上的灵石全用光了，就吓得整个修仙界瑟瑟发抖，全都不敢出门，生怕被我打劫。只因我觉醒的企鹅系统，充钱就能提升修为，充10万极品灵石就能成圣，充1000万极品灵石就能成为大帝。于是我就彻底疯狂，走上了赚钱的不归路。你们不敢绑的圣女，我绑；你们不敢去的禁区，我去。就连路过的汪财都会被我扒一层皮。而此时，我这个青云宗的少宗主不仅偷看了大长老的女儿洗澡，还不慎落网被人揍了一顿，气得我的宗主父亲破口大骂起来。亏老子英明一世啊，竟会生出你这个禽兽！如果不是看在我这个宗主的面子上，你这个畜生早就被人给咔嚓了。我默默地抹去脸上被喷的口水，心中早已万马狂奔。穿越而来就碰到这种事，原主真是禽兽啊！刚想开口狡辩，就被对方挥手打断了。秦无敌深吸一口气，脸色恢复些许平静，他无奈地看着眼前这个逆子。我和宗门内的长老商议，你已经不再适合做宗门的继承人，新的少宗主会在2天后的宗门大比中选。秦无敌无奈，毕竟青云宗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，本来这个小王八蛋的天赋就不行，再加上出这样的事，实在是不适合做少宗主。我无语了，感情自己这个仙二代的位子，屁股都没坐热就没了。这时秦无敌轻声安慰道：“没事，不就是个少宗主的名号吗？只要你老子我还活着，就不会苦了你，好好待着。过段时间我会给你找几个后妈。”他了拍我的肩膀，也不看我逐渐变黑的脸色，说完转身就走出了房间，给自己找几个后妈。我感觉有些头大，自己这便宜老爹不会是觉得这个大号练废了，准备开小号吧？我瞬间感觉前途一片黑暗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忽然响起一个动人的电子音：宿主成功激活鹅场系统，本系统为充值无敌系统，宿主可以直接使用灵石或其他蕴含能量的异宝进行充值，在商城中交易物品、修为、功法、经文、灵宠、坐骑等等，所有的一切，只要你有灵石就能变得更强。我有些懵，看着系统界面上密密麻麻的交易物品，一时移不开眼睛。特别是看到那个大地境仆人的时候，让我的心跳在瞬间飙到了250，真的能兑换大地境仆人？我读书少，系统你可别骗我。叮，只要宿主有足够的灵石，天上的仙女都能给你抓来。我目光立刻发亮，他好狂，我好喜欢。于是意念一动，把储物戒指里的灵石与丹药等等储存了20多年的积蓄统统拿了出来。这些能兑换多少修为？叮，宿主这些东西合计25000中品灵石，兑换至玄丹境6重修为，是否兑换玄丹6种？我心里一紧，继而大喜。大陆上修炼境界划分为肉身、灵气、屁海、玄丹、灵婴、神功、踏虚、悟道、窥天、圣人、大圣、9重天官、神化大帝。玄丹境6重虽然只是底层，但对现在的我来讲是很不错。于是说到兑换，叮，兑换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玄丹境6重修为。由于宿主首次充值，系统奖励首充大礼包1个，人族志强战体荒古圣体，荒古圣体后期大成后可对抗大帝，一根头发就能力压浩瀚星河。现在为宿主融合，为防止外人推塔，已封闭方圆10里的范围。话音刚落，瞬间就感觉一股强大的灵力从体内涌出，自身的修为也飞速的飙升，灵气境5重，灵气境巅峰，屁海境1重，一直到玄丹境6重才稳定下来。同时心脏剧烈跳动，淡金色的血液从其中流出，将自身原本的血液吞噬，红团无比强大的血气升腾而起，身体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。我感受着火山般滚烫炙热的血气，心中激动万分。荒古圣体，好强大的肉身，好恐怖的血气。于是我五指成拳对着方空的轰出，金色血气咆哮，巨大的轰鸣响起，整座岩殿都震动起来，地面和墙壁上一道道狰狞的裂纹迅速蔓延，有着防御大阵的岩殿差点被这一拳报废，这也太牛了吧！我看着几乎要崩碎的岩殿，心中震惊，自己只是随意一拳，竟有如此彪悍的威力。2天之后的大饼拿到第1就可以当少宗主，我倒想看看要是自己拿了第1，那些人会是什么表情。2天后的一大早，整个青云宗就彻底沸腾起来，无数弟子蜂拥地走向中央广场，在广场的中间更是有着一个巨大的擂台，在擂台的周围放着一台台整齐的座椅，由低到高将擂台包围在其中，在最前方坐着青云宗的10几名长老与宗主。宗主秦无敌转头看向身旁的一个中年平静的大长老，仪式可以开始了。是的，宗主。大长老点了点头，随后他一个闪身来到了擂台的上空，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弟子，开口道：今日宗门大比玄丹境的弟子可上擂台，坚守擂台，直至无人挑战者为第1获胜者，宗门会倾力培养，奖励他2万中品灵石。封少宗主话音刚落，整个广场顿时爆发出巨大的声浪，所有弟子都双目放光，别说是少宗主之位，就是那2万中品灵石都足以让他们疯狂。要知道，就算是宗门的核心弟子，一个月也只能领取40枚中品灵石，2万枚对这些弟子来说就是巨宝。当即就有2名玄丹境的核心弟子冲上擂台，两人没有废话，拔剑就战，猛烈的灵力四处冲击，但都被擂台上的保护阵法给挡下来。在广场的一处角落，我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眼中露出淡淡的笑意。2万中品灵石的奖励够自己提升好几个境界，而周围弟子的注意力都被擂台吸引，并没有注意到我。不过我现在并不打算上去，毕竟主角都是最后出场。很快就到了傍晚时分，擂台上也换了很多弟子，到最后就见一道亮丽的倩影站在擂台上，此人就是青云宗的大师姐柳青青，年轻一代的第1人，修为更是玄丹境5重，也是偷窥事件的当事人。他神色清冷地扫向擂台下的众宗门弟子，触及他目光之人纷纷的低头不敢直视。见此一幕，有一名长老开口：看来这次的大比第1非柳青青这丫头莫属。不错，这丫头无论是品性还是修为天赋，都比禽兽那小子更适合当宗门的继承人。其他人闻言也纷纷点头认可，毕竟柳青青是年轻一代的第1人，他们对这个结果没有太大的意向。秦无敌脸色阴沉地坐在中间，这帮老家伙当着自己的面这样说，真是杀人诛心。大长老微笑地看着秦无敌，幸灾乐祸道：宗主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喜欢笑吗？秦无敌嘴角抽搐，脸色变得更加黑了。周围的长老见此想笑又不敢笑，这2人从弟子时期就开始较劲，到现在一人成为了宗主，另一人成为了大长老，依旧如此。秦无敌冷哼一声，淡淡的开口道：既然没人再去挑战，就直接宣布结果吧。说完后他便闭目养神起来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大长老呵呵一笑，满脸笑意的站起身来。就在他正准备宣布大比结束，自家女儿成为少宗主之时，就见远处的广场边缘，我撸起袖子，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弟子，说道：该我出手了。于是就走向了擂台。随着我的走路，周围的众人也发现了禽兽前少宗
宗主，他不会是想上擂台吧？就他这样的，我一个小指头都能碾压他。那些弟子见到是禽兽，眼中都露出奇异之色。待众人发现他走上擂台时，更是惊疑。大长老看到禽兽后收起笑容，恨得牙痒痒，就是这个混小子，竟然去霍霍自己的宝贝女儿。下一刻，他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，这小子的修为怎么会是玄丹境6重？这怎么可能？以他神功境巅峰的修为，当然是一眼就看穿禽兽现在的实力。其他长老也纷纷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同样是难以置信。秦无敌脸色也是变了又眼，既激动又疑惑，明明之前还是灵气境的小渣渣，怎么突然就变成玄丹境的天才？另一边，我没有理会那些质疑的眼神，轻轻一跃就出现在擂台上面。他疯了吧？真的要挑战柳师姐？台下那些普通弟子当然是看不出禽兽的修为，纷纷向禽兽投去关爱的眼神。整个青云宗谁不知道你秦少宗主只有灵气3重的修为？搁这闹呢？台上的柳青青死死地盯着禽兽，禽兽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想起几天前这家伙做的事，心中就冒出一阵怒。为什么不敢？我无所谓的暗想，偷窥的人是少宗主，和我禽兽有什么关系？而且那天根本什么都没看清，反而挨了顿毒打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哼！柳青青冷哼一声，强忍着要切了这家伙的冲动，于是说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这是大比擂台，不是你该上来。如果不想给宗主丢脸，就马上下去。”我听到后呵呵一笑，听说大比第一不仅可以做少宗主，还有2万中品灵石的奖励。那巧了，少宗主我还想做灵石，我也想要。话音刚落，就见我脚步抬起，朝前踏出，咚的一声，强大的灵力席卷四方，密密麻麻的裂纹以脚印为中心向四周蔓延。禽兽，你怎么会是玄丹境6重？擂台上的柳青青震惊，这人前2天还是灵气3重的修为去偷窥自己洗澡，当时还揍了他一顿，现在告诉我你是玄丹境6重。同时在擂台下面的弟子也一脸不可置信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废材秒变天才，我并不在意这些人的震惊，只是淡淡的看向柳青青，出手吧，我赶时间，那2万灵石还等着我去领呢。闻言，柳青青脸色一变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特殊的方法来强行提升修为，不过你以为你现在是玄丹6重就能赢我？下一秒，他身上的气息猛然飙升，爆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，对着我抬手就是一剑，我随手就把剑光拍碎。你是玄丹境7重，很明显，刚刚柳青青爆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玄丹境7重，可对我来讲，玄丹境5重和玄丹境7重没有什么区别，可这不代表别人是这样想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柳青青看到我拍碎剑光后，心中一凛，在他看来，我只是靠外力强行提升的修为，根本就不惧刚才那一剑足够将对方劈下擂台，可事实明显不是他想的那样，我就不信了。柳青青冷喝一声，他收起长剑，双手结印，无数虚幻的符文浮现在空中，凝聚出一条1000丈长的寒冰蛟龙，巨大的蛟龙身躯遮盖了整座擂台，强大的气息更是让台下的弟子纷纷倒退，这是神通。没想到柳师姐竟然领悟了神通，几名核心弟子眼中满是羡慕，他们都是师从各峰的长老，对于神通自然是不会陌生，不少人也尝试着去修炼着，不过却是难以领悟，就算勉强领悟，也很难发挥出他10之1、2的威力。可看着上空那蛟龙的巨大的压迫，就算没有一半威力，也有3、4成了。这时柳青青开口了：“第一是我，谁也不能夺走。”就见他手掌猛地一下拍出空中的蛟龙，巨大的蛟龙嘶吼出声，带起森寒的气息扑咬而下，还没有彻底的降临，恐怖的压力就让擂台四周出现了无数道裂痕，几乎要彻底破碎。然而我面对着迎面而来的蛟龙，却是丝毫不惧，不退反进，身体腾空而起，冲向蛟龙，抓起蛟龙的巨大脑袋猛然撕开，只听到撕啦一声，巨型的蛟龙瞬间被撕裂，化为零碎的符文飘在空中。我穿过符文，一个闪身就出现在柳青青的面前，还莫等他反应过来，一根手指就已经抵住了他的眉心，只要稍微的加持一点灵力，就会洞穿他的额头。你输了，我淡淡道。此时在下方的宗门弟子全体炸锅，巨龙就这样徒手撕碎。这秦少宗主的肉身也太强大，这样强大的肉身，就算是同境界的凶兽都不如吧。柳青青脸上闪过一丝苍白，输了，我居然输了。看着眼前的男子，他眼神有些恍惚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输得这么彻底。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多说什么，直接转身走下了擂台。而我平静地收回手臂，目光扫向下方所有宗门弟子，淡淡的声音传遍全场。那么现在我当少宗主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众弟子闻言面面相觑，连柳青青都输了，年轻一代还有谁是对手？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下意识看向长老席，坐在那里的大佬才是最终决定者。长老席中，大长老一脸便秘表情。大长老怎么不笑了？是想到什么伤心事了吗？秦无敌看着对方，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。随后，他目光转向其他长老，诸位长老，硕儿继续当这个少宗主，你们没意见吧？众长老闻言点头。他们之前商议要免去禽兽少宗主之位，最大的原因便是对方的修为。现在禽兽展现出远超宗门年轻一代的实力，他们没理由再反对。至于偷窥女弟子洗澡，以后多加管教便是，实在不行就揍，揍一顿不行就2顿。大长老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也没反对，身形一闪，出现在禽兽身旁，随手丢出一个储物袋。禽兽接住袋子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1万中品灵石，意味着他又可以提升修为了。这时，耳中忽然传来大长老的声音：“小混蛋，以后离我家轻轻远点，不然小心我切了你。”禽兽连忙转头看向身旁的大长老，恰好见对方正阴阴地盯着自己，腿间禽兽瞬间感觉一阵凉风吹过，下意识夹紧双腿。大长老收回目光，转向下方。本长老宣布，大比结束，少宗主禽兽夺得第一，往后可以自由出入藏经阁，修炼所需的一切资源，宗门优先提供。话音落下，下方所有弟子一片哗然，脸上满是羡慕。藏经阁收录有宗门大部分的功法、灵技、神通，自由出入藏经阁就意味着可以随意修炼，再加上那句资源优先提供，就这2样，就意味着宗门大量的资源将会向对方倾斜。不过羡慕归羡慕，他们并没有嫉妒，这本就是凭借实力得来，只怪自己拳头不够大，得不到这份泼天富贵。禽兽心中也有些惊讶，心中暗暗想着，等下就问问，先要100几十万灵石。宗门议事殿内，3堂会审，禽兽站在大殿中央，在他身前，秦无敌和一众长老瞪着大眼，正直勾勾地盯着。你真是禽兽，我儿子？秦无敌神色极其认真，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着禽兽。不怪他如此问，实在是禽兽的变化太大，一个混吃等死的家伙，突然一跃成为宗门第一人，他都有些怀疑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被某个老怪物夺
射，你不是检查过了吗？禽兽一脸淡定，表情上没有丝毫变化。就在刚才大比结束之后，他就被单独叫到了这里，先是被秦无敌用神念扫了一遍，又被几位长老部下阵法检查了半天。不过好在一番折腾下来，什么都没有查出，不然恐怕要被当场切片，保有点灯。也是，秦无敌收回目光，他们刚才已经检查过了，并没有发现丝毫问题。你小子是个狠人啊，你藏得比谁都深。一旁大长老一脸晦气，有些酸溜溜的开口，其他长老闻言则是深以为然的点点头。这小子将全宗门都蒙在鼓里了，要不是这次即将被免去少宗主之位，恐怕都不会暴露。同时他们也好奇，禽兽居然能将修为隐藏得如此完美，连他们都无法看穿。禽兽讪讪一笑，没有说话。隐藏个坤坤，他以前是真的废，只不过现在开了挂而已。见此，大长老等人也没有再多问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在修炼界，当你身上再无秘密时，那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死人。大长老，你们先下去吧。秦无敌这时挥了挥手，是宗主。大长老等人闻言点头，深深看了禽兽一眼后，径直转身出了议事殿。很快，殿中只剩下父子两人。秦无敌看着眼前的儿子，那张和自己年轻时一样帅气的脸，忽然嘴角一咧，哈哈大笑出声，哈哈，好小子，不愧是我儿子，老子打小就知道你会有出息，以后修炼需要什么，尽管开口，老爹都给你弄来。说着，还伸出蒲扇般的大手，砰砰拍了拍禽兽的肩膀，脸上露出慈父般的笑容。禽兽嘴角抽搐，不着痕迹后退半步。这不要脸的中年大叔，真是自己老爹，一宗之主。几天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大记忆恢复术，看着还在咧嘴大笑的秦无敌，禽兽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嘴角也咧出一丝笑意。下一刻，他认真开口：“我要灵石，随便给100几10万中品灵石就行。”空气突然安静，秦无敌嘴角的笑容僵住，有些不确定的掏了掏耳朵。刚才风太大，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，多少灵石？100万。禽兽试探性开口：“我看你像100万。”秦无敌一脸黑线，慈父般的笑容瞬间消失。人家都说狮子大开口，到你这直接就是4脚吞金兽。父亲，禽兽喊了声，试图重新唤醒为数不多的父爱。好了，既然宗门说了大力培养，就不会食言。秦无敌丢出一枚古朴戒指，这里有5000上品灵石和一些修炼所需的丹药，算是宗门给你小子的一笔投资。1年内，如果你突破到灵阴境，会有更多的资源倾斜。5000上品灵石，禽兽接过储物戒，快速收进怀里，好像生怕秦无敌反悔。他只是想恶心一下秦无敌而已，没想到真的会给，而且还是5000上品灵石，换算成中品灵石，那就是足足50万。对他现在来说，就是一笔巨款。要知道，他之前20年的积蓄也才不到3万中品灵石而已。秦无敌看着禽兽的动作，有些失笑。其实宗门下发的资源只有2000上品灵石，另外3000是他自己掏的腰包。以前他以为这小子没天赋，也没想过对方能够成为强者。可现在禽兽展现出如此强大的修炼天赋，他这个做老子自然要倾力支持。也就是玄州太过贫瘠，星云宗只有一条上品灵脉，不然也不会只给5000上品灵石。灵石也给你了，快回去修炼吧，争取早日突破到灵阴。秦无敌叮嘱了一句后，也转身离开。小宫殿内，禽兽盘坐在床上，身前一堆丹药瓶子和闪闪发光的灵石，5000上品灵石，1万中品灵石，10瓶丹药。看着堆在身前的资源，他脸上露出笑容，先是挑了2瓶疗伤丹药出来，随后便在心中召唤系统：童子，我要充值。丁，现在为宿主估算物品价值：丹药8瓶，价值320上品灵石；1万中品灵石换算100上品灵石，所有价值5420上品灵石，5000多上品灵石。禽兽闻言点了点头，并没有立刻兑换修为，而是挥手打开了系统界面。毕竟修为只是战力组成的一部分，除此之外还有神通、阵法等诸多因素。看着界面上显现的物品，他开始仔细浏览起来。玄丹境7重修为，70上品灵石；灵婴1重100上品灵石；灵婴2重200上品灵石。破妄瞳术神通，可看穿一切虚妄，包括阵法、敌人的修为境界。衣物是集盗墓、逃命、偷窥、当老六于一身的必备技能，打折只需1800上品灵石。神功境1重仆从，永久900上品灵石。神话大地境仆从，穷破妄，这个好。禽兽目光直接定格，这个瞳术神通的介绍让他眼前一亮，没有犹豫，当即大手一挥兑换下。禽兽郑重声明，我兑换这个可不是为了拿来偷窥，除了瞳术，又再次花费1500上品灵石兑换了2门神通：缩地成寸，化天涯于咫尺之间；虎袍龙拳，体术神通，大力出奇迹，可爆发出双倍肉身力量。做完这些，看着还剩下3100多上品灵石，他直接开口：童子，全部兑换成修为。丁，宿主花费3040上品灵石，修为提升，获得灵阴境7重修为。系统声音刚落，禽兽就感觉体内灵力一阵暴涨，一步登天，瞬间飙升至灵阴境7重。灵阴境7重，禽兽体会着飙升的修为，心中有些感慨。短短数天，他就从一个灵气境的小渣渣，成为如今的灵阴境。这个修为比一些普通的内门长老都要强大，战力更是远超许多。正当他心中想着要怎么弄到更多灵石时，忽然眉头一皱，目光看向殿门之外。下一刻，焦急的声音从外面响起：少宗主，不好了，紫炎宗的崽子来闹事了。紫炎宗，禽兽面色微微有些变化，身影自原地消失，瞬间出现在殿外。一名青衣弟子正满脸焦急地站在门口，见到禽兽出现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少宗主不好了，直说怎么回事？禽兽眉头一皱，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少宗主不好了？少宗主，紫炎宗的大人物带着他们的少主，在咱宗门口摆了一个擂台，扬言要挑战宗门年轻一代所有人，到现在已经伤了宗门不少人。我来之前，柳师姐已经和对方打起来了，大长老叫你快去。青衣弟子口中罢了罢了，连忙将发生的事说出。自摆下擂台开始，有不少核心弟子上擂，只不过撑不了片刻就被对方打落，最后柳师姐出手才止住败势，但随着交手，柳师姐也逐渐落在下风。眼看要输，大长老这才让他来找禽兽，希望禽兽出手将对方镇压。紫炎宗在我们门口摆擂台，禽兽脸色一沉。玄州有3大顶级宗门，青云宗、紫炎宗、黑煞谷，3足鼎立，谁也不服谁，都想压过对方，独坐玄州霸主之位，所以3大宗门之间的关系并不算好。现在紫炎宗居然在自家门口设擂台，这是欺负到家门口了。不管怎么说，
说自己都是青云宗少主，遇到这种事没有理由不管，正好实力提升，缺个靶子练练手。禽兽没有再多说，直接腾空掠向山门方向。此时宗门之外，密密麻麻的青云宗弟子聚在一起，将一座百丈擂台围在中央，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愤怒之色。擂台上两道身影正在激烈交战，火红色的灵力和森寒剑光激荡，周围的空间都变得动荡起来。两人中，一人青色长裙，气质清冷，正是柳青青；另一人则是个长相阴柔的锦衣青年，紫炎宗少主百里炎。柳青青，凭你玄丹境7重的修为，根本不可能赢我。可笑，青云宗望为3宗之一，连个男人都没有了吗？居然要你一个女人出来对敌！百里炎满脸嘲讽，挥出一掌将柳青青拍飞，目光扫向下方围观的青云弟子，神色不屑：逼崽子，敢如此辱我们！恨呐！都怪以前不努力修炼，才有今日之耻。一众青云综合新弟子脸色通红，看百里炎的眼神，恨不得上去吃了对方。可惜以他们玄丹境3、4重的修为，上去只能是被对方随手击败，遭受更大的羞辱。百里炎见此更是不屑。而在山门上空，两道身影相对而立，其中一个挥发中年在此时开口：呵呵，柳山道友，我家少宗主说话太直，还请不要见怪。不过少主也没说错，你们青云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话中嘲讽的意味简直不要太明显。挥发中年是紫炎宗大长老吴阳，奉紫炎宗主的意思，带着少主来青云宗挑衅，这也是一种向玄州展示实力的手段。大长老冷哼一声，脸色有些阴沉。只不过这种弟子间的争斗，他身为长老也不好插手，不然就算赢了，青云宗的脸也丢尽了。现在他也只能将希望寄于禽兽身上，希望那小子快点赶来，可以赢下对方。擂台上，柳青青承受了一掌，退至擂台边缘。此时他脸色微微有些苍白，气息更是虚浮。他冷冷看着百里炎，没有说任何话，而是双手快速结印，无数符文凝结而出，强大的气息迅速充斥这片空间。吼！咆哮声响起，高空之上，庞大的寒冰蛟龙凭空出现，嘶吼着扑下。冰寒的气息下，整座擂台顷刻间冻结，凝结出厚厚的坚冰。和上次相比，这次凝聚出的寒冰蛟龙要更加巨大，明显超出100丈，威力也更恐怖。神通？那就看看是你青云宗的神通厉害，还是我紫炎宗更胜一筹。百里炎看着扑下的蛟龙，冷哼出声，随即同样双手结印，赤红色的符文升起，一柄巨大的火焰法剑凭空凝结，对着蛟龙斩去。轰！巨大的轰鸣声中，瞬间激起无数白雾，寒冰蛟龙被斩碎，火焰法剑在穿过蛟龙后也逐渐消散。闷哼，神通被暴力破去。柳青青脸上更加苍白，闷哼一声，嘴角溢出血丝。原本他在先前和禽兽交手后就受了一些轻伤，这次全力使出神通，被暴力斩碎，伤势更是严重。柳青青还是乖乖认输吧，和本少相比你还差点。不过以你的天赋，做本少的女人倒是可以，不如嫁入紫炎宗，本少保证给你提供大量修炼资源。百里炎背负双手，神态高傲。此话一出，周围明显静了一下。柳青青脸色一寒，身上传出剧烈的灵力波动。该死，他说什么？太猖狂了，简直不将我们青云宗放在眼内。围观的青云弟子个个脸色愤怒，破口大骂。空中大长老脸色难看，差点要忍不住出手捏死百里炎，同时心中暗骂禽兽那个小混账怎么还不来。一旁吴阳眼神防备，紧紧盯着大长老，明显也是怕他忍不住出手。考虑的怎么样？若是愿意，我可以做主，送你一座中品灵石矿脉做聘礼。百里炎见柳青青不说话，继续开口。柳青青身为青云宗大长老亲女，宗门第一天才，若是一座中品灵石矿脉就能换到，对他对紫炎宗来说都很值得。可他没有等来柳青青的回答，反而一道淡淡的声音从青云宗山门内传来：灵脉我可以做主收下，但要她嫁入紫炎宗，我看就不必了。百里炎脸色微沉，目光瞬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同时众多的青云弟子也齐齐转头。禽兽迎着所有人的目光，缓缓从宗内走出。他望着台上的百里炎，眼中露出一丝意思。玄丹境9重，难怪这么嚣张，是少宗主、少宗主来了。所有青云弟子一脸激动，虽然他们不知道禽兽是什么修为，但对方之前凭借肉身就能轻易撕裂柳青青的神通，可以看出必定强过柳青青许多。对付一个百里炎，还不是轻轻松松？和这些弟子不同，擂台上的百里炎则是一脸不屑之色。哟，我以为是谁呢？这么大的口气，原来是你这个废物。他虽然有些奇怪，为什么下面那些人突然变得这么激动，但也没有多想，毕竟禽兽的废物在3大宗门内可谓是人尽皆知。废物！擂台下，一众青云弟子怔住，随即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向百里炎。什么废物？少宗主以前那是深藏不露，看着等下不把泥石打出来，都算你拉得干净。百里炎，你在我青云宗门口射泪，想竖着出去还是横着出去？禽兽走上擂台，看着依旧一脸嘲笑的百里炎，缓缓开口：横着出去，哈哈，可笑，你们有这个实力吗？凭柳青青还是你？百里炎嗤笑，一脸不屑。柳青青玄丹境7重，根本不是他对手。而禽兽虽然是青云宗少宗主，但天赋垃圾，自己更是一根指头就能碾压。不错，就凭我。禽兽点点头，一脸认真。你废物，还是算了吧，我怕一不小心将你弄死，青云宗就后继无人了。哈哈哈！百里炎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不过下一刻，他又止住笑声，一脸嘲弄地看着禽兽。不过嘛，我也可以陪你玩玩，但总得有个彩头。一条中品灵石矿脉，你输了，青云宗就必须割让一条中品灵石矿脉给我紫炎宗。说完，他戏谑地看着禽兽，想看对方出丑。一个天赋平平的少宗主，哪有权利将宗门的灵石矿脉用来做赌注？他之所以这样说，就是要让禽兽下不来台。然而，禽兽听到这个要求后，却是双目微微一亮，呵，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他正想着要怎样名正言顺地将灵石矿脉收下，这不机会来了。好，我答应了。禽兽没有丝毫犹豫，连忙答应下来，那迫不及待的语气，好像生怕百里炎反悔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反手从储物空间中取出2张纸，写上赌注。来来来，先立个字据，免得你
紫炎宗不认。说话间，柳青青忽然走到身旁，她有些迟疑的开口：“禽兽以灵脉作为赌注，是不是？”她有些担心，也觉得禽兽没有这个权利。虽说知道禽兽比自己厉害，战力强大，但也只是玄丹6重而已，和百里岩的玄丹9重差了足足3个小境界。若是面对普通修士，他相信禽兽能够跨越3个小境界对敌，但百里岩不是普通修士，身为紫炎宗少主，也是玄州上有名的天才，无妨，我自有分寸。面对柳青青劝阻，禽兽脸色显得十分平淡。在出来的路上，父亲秦无敌就已经传音给他，让他放开手脚干，只要不让宗门吃亏丢脸就行。柳青青闻言沉默片刻，莫再说什么，转身走下了擂台。既然秦少宗主如此慷慨，那么少主你就陪他玩玩。想必青云宗家大业大，也不会赖账。吴阳的声音在上空响起，示意百里岩和禽兽立下字据，送上门的灵石矿脉不要白不要。现在看来，这青云宗的少宗主不仅天赋平庸，似乎脑子还不好使。对此，大长老只是皱了皱眉头，目光往宗内看了一眼后，并没有出言反对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少就收下这条灵脉了。百里岩闻言点头，表情看似平静，声音却有些激动。随即指尖弹出一滴鲜血，落在纸张上。随后，他目光看向禽兽，眼含不屑：“本少让你先出手，免得枉图青山。”啪！百里岩还未说完，一个大逼兜就已经扑在了脸上，整个人直接被扇飞，身体旋转3600度，像陀螺一样钻出擂台，落在人群中。几颗带血的牙齿从空中跌落，摔在擂台上，还弹跳了几下。打完，收工。禽兽拍了拍手，长呼一口气，好爽！刚才听对方哔半天，心中早已憋了一股气，这一巴掌算是将气撒出来了。少宗主好猛，我愿称之为宗门第一猛男。小母牛坐火箭，牛逼上天了！哈哈，紫炎宗这逼崽子遭报应了吧？擂台下，一众青云弟子先是愣了片刻，随后便爆发出惊人欢呼。解气，太他妈解气了！原以为要大战个300回合，结果就一巴掌的事。此刻，在这些弟子眼中，禽兽的身影变得无比高大，真正超越柳青青，成为宗门第一人。而地面上，百里岩呆呆趴着，一边脸肿的老高，看起来脑袋都大了一圈。他似乎还未反应过来，整个人有些呆滞。他百里岩，紫炎宗少宗主，第一天才，玄丹境9重修为，被一个公认的废物一巴掌拍地上了。听着周围的嘲笑声，百里岩心中感觉无比屈辱，口中发出野兽般的嘶吼：“禽兽，我要嘎论你！”嘶吼声中，他身上爆发出狂暴的气息，身形一跃，瞬间回到擂台上空，强烈无比的杀意弥漫，整个人如一座即将爆炸的火山。聒噪，连话都说不清楚，还杀我！禽兽抬起手掌，对准上方轻轻一握，顷刻间，一只巨大的手掌在百里岩头顶上空凝聚，将其抓在掌中。下一刻，手掌狠狠向擂台砸落，轰隆，碎石飞溅，擂台瞬间崩塌。周围的宗门弟子一片骇然，纷纷暴退，看着被尘烟包裹的擂台，眼中满是惊色。如此简单粗暴的手段，实在让他们心神震动。片刻后，烟尘消散，一片废墟中，禽兽负手而立，身上不染尘埃。百里岩则是躺在乱石中，浑身猩红，身形扭曲，一动不动。见此一幕，所有人不禁暗吸一口凉气，望向禽兽的眼神也不自觉带上了些许敬畏。一名弟子脸色迟疑，但还是开口说道：“那个，他不动了，不会被弄死了吧？”虽然他们也很想弄死百里岩，但对方毕竟是紫炎宗少主，要是就这样死了，恐怕两宗之间少不了一场大战。没事没事，有人接话。百里岩虽然看着惨，但明显还没断气。擂台废墟上，禽兽看着半死不活的百里岩，脸上没有丝毫波动。区玄丹境9重，抬手可镇压。他上前将对方的储物戒指摘下，随后就转身准备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阵恐怖的压力从天而降，怒喝声响起：“畜生！擂台切磋，你竟下如此重手，心性恶劣，日后说不得要成为修炼界的祸患。本座今天就带青云宗管教教你。”吴阳惊怒，眼底杀机一闪而逝。刚才发生的一切太快，眨眼间自己少宗主就被打成了死狗。只是他还未出手，旁边一道更大的怒喝响起：“放肆！吴阳，注意你的言辞，我青云宗的少宗主还轮不到你来管教。”大长老周身弥漫恐怖灵力，身后一道巨大的影子隐现，几乎要凝聚而出。同时，数道身影从宗门内闪现，皆是核心长老。他们神色冷厉，目光紧紧盯着吴阳。只要吴阳敢动，他们不介意一起单挑了对方。你们好，很好。吴阳望着眼前几道虎视眈眈的身影，神色忌惮。他居然在几人眼中看到了一丝期待，就好像在等着自己出手一样。不知不觉间，身上的气势减弱了许多。现在身处青云宗家门口，真打起来，他必定要吃不了兜着走。况且少宗主还要马上救治，不然恐怕活不过2分半钟。权衡之下，他最终捞起地上死狗一样的百里岩，塞了几枚丹药吊命后就欲离去。不要忘记了，你们还欠我一条中品灵脉，希望紫炎宗可以在3天内完成交接。废墟上，禽兽善意的提醒了一句，到嘴的灵脉，他可不想出什么意外。哼！吴阳脸色难看，冷哼一声，并不回答。他抱着已经昏迷的百里岩，深深看了禽兽一眼后，踏空离去。这是记恨上自己了。禽兽看着逐渐消失的身影，眼中金光一闪而过。不过他也不惧，真要找死，他不介意直接献祭了对方，甚至连同整个紫炎宗一起。这时，几位长老的身影从空中落下，来到身旁。哈哈，好小子，干得不错！大长老很开心，想到吴阳那个老东西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嘴角的笑意怎么都压不住，连带着看向禽兽的目光都顺眼了许多，甚至心中出奇升起一个想法，似乎这臭小子和青青也不是不可以。禽兽察觉到大长老奇怪的眼神，心中莫名一跳，下意识退开一些距离，自觉安全后，才向对方简单行了一礼。大长老过奖了，3天后还要麻烦大长老和我一起去接管那条中品灵脉。他猜测紫炎宗不会轻易交出一条中品灵脉，所以提前打个招呼。以大长老神功境巅峰的修为，刚好可以镇场。虽然自己有系统可以直接兑换购买强大的奴仆，但那不是需要灵石吗？小晴子，你放心，有柳师叔在，这条灵脉紫炎宗赖不了。好好休息，3天后师叔和你去。大长老背负双手，给出一个自信的眼神。就算禽兽不说，想必宗主也会安排他一起去，不然以禽兽现在展现的天赋，紫炎宗要想不开下黑手也不是没可能。禽兽微微点头，和几位长老告辞之后，径直返回宗门。不消片刻，他就回到住处宫殿，关闭大门后，翻手取出刚得到的储物戒指。强大的
的神念涌出，将百里岩留下的印记冲破。顿时间，一个近百平的空间出现在眼前，堆成小山的灵石，随处散落的丹药瓶子、功法玉简，还有中央处一张漆黑、透着阴冷气息的长幡。心念一动，黑色长幡被取出，握在手中。接触的瞬间，一股阴寒而凶煞的气息透过手掌钻向体内。禽兽冷哼一声，金色的血气微微一震，将这股侵入的煞气冲散。他看着黑气缭绕，隐隐有渗人嘶吼传出的黑幡，眼神微凝。万魂幡，万魂幡，杀生灵已炼气，10000条生魂才能初步炼成，妥妥的邪气。在修炼界中，自古流传有一句话：修炼不努力，万魂幡里做兄弟。百里岩身为紫炎宗少宗主，怎么会有这种邪气？难道他竟敢犯大忌，用凡人炼气？细细打量片刻后，禽兽摇了摇头，不再多想。神念扫过戒指内的物品，淡淡开口：童子，将所有物品换算成上品灵石。丁，系统扫描中，正在估算物品价值。紫炎宗大殿，青云宗，好得很。满含怒气的声音在大殿中响起。一名赤袍中年眼含煞气，目光死死盯着下方两人。赤袍中年正是紫炎宗之主百里长空，而下方站着的则是刚回来的吴阳、百里岩两人。此时百里岩已经清醒了过来，手脚也被重新接好，只是脸色显得十分苍白，就像一晚做了10次新郎，站都站不稳了。父亲，我们真的要割让一条中品灵脉给青云宗？百里岩声音虚弱，眼中明显不甘。百里长空冷哼一声，区一条中品灵脉，我紫炎宗还输得起，不过也不能让青云宗轻易得到。话到这，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神阴冷地看向吴阳。吴长老，你派人去青云宗，就说本座同意了，让他们1个月后可以前往流云山脉，接收那里的一条中品灵脉。记住，是1个月后。1个月？吴阳不明所以。不错，百里长空冷冷点头。青云宗不是要灵脉吗？那本座就给他一座废脉，召集宗门弟子，1个月内尽可能挖掘灵石，不要怕伤到灵脉根源。1个月之后，就算不能全部挖完，也要将灵脉废掉。是，宗主。吴阳眼睛微微一亮。不错，他们是输了一条灵脉，可并没有说明是好灵脉还是废灵脉。拱手应了一声后，匆匆转身出了大殿。父亲，挖掘灵石的事，我要亲自去。百里岩忽然开口。上方，百里长空闻言皱了皱眉，摇头拒绝。言儿，你还是好好休养吧，此事有吴长老就行。不，父亲。百里岩一脸坚决，我要亲自毁了这条灵脉，将一座废矿送给青云宗。他这次在青云宗丢尽了脸，都是拜禽兽所赐，很想看看那禽兽在见到废矿之时是什么表情。光是这样想着，心中就生出一股快意，为此甚至不惜顶着伤躯也要亲自前去。罢了，你去吧。百里长空见儿子这副模样，无奈挥了挥手，多谢父亲。百里岩脸色一喜，1步3晃离开。随着两人离开，大殿中只剩下百里长空一人。他目光透过大殿，看向青云宗的方向，蕴含强烈杀机的声音从口中传出：青云宗，禽兽，秦无敌，真是好手段。明明儿子天赋如此强大，却让其隐藏多年，骗了玄州所有人。淡淡的声音从口中传出，却蕴含无尽杀意。一时间，大殿中似乎起风了。青云宗小宫殿内，禽兽闭目盘腿坐在玉床上，身后异象沉浮，金色血气透体而出，整座宫殿都弥漫着恐怖的气息。这股气息比之前日还要强大数倍、数十倍。神功境一重，禽兽睁开眼睛，淡淡的金光从眸中射出，宛如利剑，将身前虚空割裂出呲呲声。前天将百里岩储物界中的所有物品兑换后，他又得到了2000多上品灵石，刚好将修为提升到神功境一重。以现在的修为，加上荒古圣体的强大，即便对上神功境巅峰，我也不惧。淡淡的声音在空间内回荡，透着强大的自信。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道声音：少宗主，紫炎宗的人来了，宗主让你去议事殿。紫炎宗来了。禽兽眼中金光一闪，这么快？他为了防止意外，要求紫炎宗3天内交出灵脉。可这才1天，身形一闪，瞬间出现在宫殿门口，对着传信的弟子点了点头后，径直踏空离去。数息后，身影在议事殿外落下，走进大殿，环视一周，只见秦无敌和一众长老，并无外人。见过父亲，诸位长老。禽兽行了一礼，眼神疑惑：不是说紫炎宗外人了吗？人已经走了。秦无敌淡淡开口，目光下意识扫了一眼禽兽的修为，就是这一扫，他双目瞬间大睁，唰一下从座位上消失，出现在禽兽身旁。兽儿，你的修为神功境。秦无敌双手抓着禽兽肩膀，庞大的神念激荡，仔仔细细扫过。什么神功境？殿内一众长老齐刷刷站起，脸上先是不信，可等看清禽兽此时的修为后，脸上同时露出见鬼的表情。一开始是玄丹，昨天又爆出灵灵境，这他们虽然震惊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可现在神功境，这特么，他们这些长老年轻时哪个不是天才？可修炼几百年也才神功境而已。你一个从断奶到现在不过20年的家伙，20年修成神功，那他们几百年修炼到狗身上了。一时间，众长老感觉到心都不稳了。其实神功境才是我真实的修为。禽兽看着他们的表情，无奈开口：看来还是要兑换个遮掩气息的宝物，不然修为提升太快，下次都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小子，你确定这就是真实修为？秦无敌眼神怀疑，连儿子都不喊了。真低，真低。禽兽连连点头，他确实没有隐藏修为啊。为了转移话题，他问道：紫炎宗来人，是不是关于那条灵脉的事？闻言，秦无敌等人点头，注意力从禽兽的修为上收回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震惊，淡淡开口：不错，紫炎宗已经同意将流云山脉一处灵脉割让，只不过要求我们1个月后才能前往接收，理由是他们撤离弟子，矿奴需要时间。秦无敌的声音透出一丝不屑，傻子都看得出紫炎宗这是拖延时间。那依父亲看，我们该不该等？禽兽心中并不是很意外，他早就猜到紫炎宗不会这么老实将灵脉交出，毕竟玄州3大宗门每一个都只有几条中品灵脉，每失去一条都是重大的损失。呵，1个月后恐怕留给我们的就是一条废脉了。秦无敌冷笑摇头，目光扫过几人，直接下令：兽儿，你和大长老、二长老即刻启程，前往流云山脉，不要害怕损伤灵脉，直接将其拘回宗门。紫炎宗之人若敢阻拦，当场镇压。大长老、二长老都是神功境巅峰，足够镇压紫炎宗的强者，将灵脉拘回。至于禽兽，就当历练了，有2位长老在，相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我等遵命。大长老和一名冷酷中年沉声回应，禽兽也微微点头，这和他的想法不谋
谋而合，不管其他，先将灵脉聚回来再说。三人相视一眼，直接走出大殿。身后，秦无敌看着三人离开，眼神微微闪烁。片刻后，他的身影自大殿消散，出现在宗门深处一个小秘境入口外。老祖宗，秦无敌求见。流云山脉，参天巨木遮掩下，一处矿洞内不断有声音传出：快挖，快挖！不能给青云宗留下半粒灵石，用灵力轰，不要怕伤害到灵脉，只要矿洞不垮就行。少宗主有令，结束后所有重重有赏。矿洞内部，大群身穿赤色长袍的修士正在拼命轰击石壁，灵力激荡中，岩石崩裂，现出一枚枚鸡蛋大小、不规则形状的灵石。都注意点，不要弄塌了矿洞。百里岩脚步虚浮，顶着伤体在矿洞中巡视，看着一片狼藉、灵气大量溢散的矿洞，苍白的脸上不禁涌上一抹红晕。他已经等不及想看见青云宗见到这条废矿的表情了。少宗主，一时之败而已，你现在应该好好养伤，争取突破到灵音境界，再报一整之仇，而不是来掺和这些小事。一旁，吴阳见百里岩这副模样，眼中有些失望。少宗主以前太过顺利了，现在只是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失了道心。吴长老，我有信心1个月之内突破灵音境，到时候一定会狠狠将那个家伙踩在脚下，让他也尝尝被羞辱的滋味。我百里岩才是玄州最强的天才。百里岩脸色阴狠，想到禽兽的身影，眼中不禁迸发出杀机。然而吴阳闻言却是心中微微叹气。那天禽兽出手时，他就看出了对方的修为，灵音境7重，这个修为已经超越玄州年轻一代太多，就算少宗主突破灵音境界，也不是一指之敌。不过知道归知道，他也没有傻到直接说出，不然少宗主的道心就真的要破碎了。反正以后找机会悄悄将青云宗那小子除去便是。想到这，吴阳眼中也隐隐有杀机闪过。而此时流云山脉上空，3道流光划过，3道身影站立在高空，俯视下方葱郁的山脉。这就是流云山脉吗？禽兽淡淡开口，眼神奇异。参天巨木覆盖的山脉中，云雾弥漫，给人一种蛮荒古老的气息。说到底，这还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出门，难免感到新奇。不过很快他就调整好心态，神念扫过，轻易就找到了灵脉所在。两位长老，我们下去吧。招呼一声，三人就准备落向山脉。忽然一声大喝从下方传来：紫炎宗重地，不得擅闯。声音落下，一道身影从下方山脉中踏空而上。禽兽看着来人，眼睛微微一眯，他认出对方就是前几天那位紫炎宗的大人物。旁边大长老两人也目露异色，目光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下方的山脉。呵呵，原来是青云宗的诸位。本长老记得已经让人通知贵宗，1个月后才是交接之日。三位是不是来早了？吴阳目光扫过禽兽和二长老，最后落在大长老身上，脸色有些阴阳。禽兽神色淡定，表情没有丝毫变化。身旁大长老则是踏前一步，淡淡开口：不早，本长老正是奉宗主之命前来接收灵脉，若是紫炎宗撤离不了人员，本长老倒是可以帮忙。然而面对大长老的话，吴阳却是丝毫不让，此事就不麻烦道友了，本座自会处理，道友只管1个月后再来便可。说完，竟是直接转身就欲离开，返回山脉。这时禽兽声音响起，带着一丝嗤笑：呵，1个月后再来，留给我们的恐怕就是一处废矿了吧？秦少宗主什么意思？吴阳骤然转身，凌厉的目光直视禽兽，什么意思？吴长老难道不是想拖延时间，好让宗门弟子挖空灵脉？禽兽不屑。虽然整座矿脉被阵法笼罩，但他使用破妄神通还是轻易看穿，数以百计的紫炎宗弟子正在暴力挖取灵石。什么？好狗胆！大长老两人闻言怒喝，对禽兽能看穿灵脉内部的情况，他们虽然惊讶，但并无怀疑，身上纷纷爆发出惊人气息，压向对面的吴阳，眼看就要直接动手将其镇压。哼，本座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。吴阳脸色森寒，神功境巅峰的气息爆发，3股气势撞击在一起，虚空瞬间被搅动。同一时刻，下方山脉中6道身影冲天而上，落在吴阳身旁，强大的气息宛如风暴，隐隐间将禽兽3人包围。还有强者！大长老看着突然出现的5人，脸色微沉。算上吴阳，2尊神功巅峰，1尊神功8重，3尊神功7重。他和二长老虽然不惧，但少宗主只有神功境1重，一旦他们被缠住，少宗主就危险了。两人相视一眼，默契的后退一步，将禽兽挡在身后。柳山，本座劝你还是乖乖离开，1个月后，我紫炎宗自会将灵脉交出。吴阳双手背负，一脸嘲讽之意。他为了防止意外，早就安排了宗门强者在此镇守。事实证明，他做对了。少宗主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大长老心生退意，传音向禽兽，准备先返回宗门摇人，请出他虚境的太上长老，再来捏死他们。禽兽摇了摇头，在两人惊异的目光中上前一步：两位长老不必担心，你们只管拖住那2个神功境巅峰就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少宗主，你不可逞强。一直不说话的二长老闻言劝阻：少宗主虽然隐藏颇深，战力也强大，但想跨越6、7重小境界对敌也不太可能。无妨，区神功8重而已，我未必不是对手。禽兽摆了摆手，一股沉重的气势透体而出，哗啦啦，身后虚空中传来浪涛声，一片略显虚幻的金色海洋浮现，海洋上空一轮明月缓缓升起，清冷的光芒照耀下，所有人顿感一阵压力，即便是大长老等神功境巅峰也不例外。这是体质异象。大长老两人神色震动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在修炼界，极少数人天生拥有异于常人的体质，或是天生劲道，修炼速度千百倍于人，或是肉身强大无比，百劫难灭，或是总之拥有特殊体质之人，无一不是天之骄子，成就远超同辈。其战斗之时，更是可演化出体质异象，战力暴增，拥有恐怖的杀伤力。居然是特殊体质对面，紫炎宗一众人同样面露惊色。吴阳眼中更是升起浓烈的杀机，不单只是体质，他还注意到禽兽的修为居然是神功境1重，可几天前他分明看到是灵音7重，短短2、3天有如此大跨越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对方之前隐藏了。该死，此子不可留！吴阳眼神变得阴狠，如此年纪就达到神功境，更是特殊体质，如若放任成长，必然成为紫炎宗一大祸患。或许数十年后，玄州就是青云宗说了算了。想到这，心中的杀机再按捺不住，杀了他们！森寒满是杀气的声音从口中传出，吴阳一马当先，冲向大长老。紫炎宗其余强者见此，也纷纷动手，大战顷刻间爆发，恐怖的灵力弥漫整个虚空。不好，老二来了！
拦住他们。大长老脸色大变，该死，紫炎宗狗急跳墙了。然而二人刚有动作，就被吴阳和另一尊神功境巅峰缠住，快杀了那小子！吴阳一边拼命攻伐，缠着大长老，一边朝剩下几人大喝，他已经疯了，不惜冒着两宗开战的风险，也要杀了禽兽。桀，小子，死吧！一名神功境7重的紫炎宗长老冷笑，灵力凝聚成巨大的赤红手掌，带着焚灭一切的气息，对着禽兽拍下。特殊体质又如何？还未成长起来都是蝼蚁，区神功境一重，他一掌可灭。畜生，你敢！大长老两人惊怒，看着拍向禽兽的赤红手掌，杀机暴涨，奈何被死缠住，根本无法脱身，只能眼睁睁看着。和两人的惊慌不同，禽兽看着拍下来的赤红手掌，脸上却是一片平静。他双手结印，猛然下压，沉闷的声音响起，身后异象震动，金色海洋激起万丈巨浪，高挂的明月瞬间压下，宛如星辰坠落。轰隆！巨大的轰鸣响彻虚空，甚至压过了神功境巅峰战场的动静。明月异象镇压下，赤红手掌顷刻间被碾碎，连带着紫炎宗的强者也化为血雾，神魂都来不及逃出。神功境7重一击而灭，血雾弥漫，整个战场忽然变得安静下来。交战双方同时停手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定格在那逐渐消散的血雾上，脸上一片惊骇。怎么可能？王长老可是神功境7重，居然被一击灭杀了。半空中，紫炎宗剩下的两尊神功境7重咽了咽口水，脚步更是下意识后退，想要远离禽兽。一个和自己相同境界的强者，眨眼间变成血雾，尸骨无存，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。他们不禁庆幸，还好自己刚才慢了一点，不然那片血雾中恐怕也有自己的一份。该死，此子居然如此妖孽！远处，吴阳脸色难看，身上的杀机如同火山爆发，冲天而起。他身形暴动，瞬间向禽兽冲去，手中符文凝聚，恐怖的杀招在酝酿。呵呵，这么着急做什么？先吃老子一记大宝剑！大长老闪现，瞬间拦在吴阳身前，手中一柄丈许高和门板差不多的巨剑猛然砸下，恐怖的剑压下，虚空都被撕裂，一丝丝漆黑的裂纹如同蛛网般蔓延。另一边，二长老同样暴起，恐怖的攻伐令虚空震动，一瞬间压制住对手。对这两处战场，禽兽只是随意瞥了一眼便收回目光，随即看向前方紫炎宗剩下的3名强者，一尊神功境8重，2尊7重。面对3尊强者，他脸上没有丝毫表情，虚空踏步缓缓走向对方，每一步落下，身上的气势就强盛上一分。如此一幕直接让对面的3人破防，其中那名神功境8重的老者怒喝出声：“小辈猖狂！不要以为出其不意杀了王长老就可以不将我等放在眼里，说到底你也不过是区神功境1重而已。”声音很大，但怎么听着都有种色厉内荏的感觉。禽兽冷哼一声，原本只是想要灵脉，可对方既然动了杀心，他自然也不会留手。脚步重重踏下，虚空爆鸣中，身影瞬间消失，在出现时已经到了对方身后，没有丝毫停顿，一拳重重轰出，拳头前方的空间顷刻凹陷，无比恐怖的力量倾泻而出。什么？好快的速度！老者大骇，来不及多想，下意识将灵力凝聚于手掌，一掌向后拍出，砰！拳掌相接，巨大的轰鸣响起。老者闷哼一声，整个人好似遭受太古神山撞击，手臂瞬间扭曲，在喷出大口鲜血后，如同陨石般砸向下方山脉。轰隆！山势崩塌，大片参天巨木粉碎，地面被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。好恐怖！两名神功境7重见此，浑身直冒冷汗。如果说之前他们还怀疑禽兽的实力，那刚才的一幕就是明确告诉他们，对方远比想象中的。这时，下方深坑中无比愤怒的大喝响起：“该死的小辈，老夫要杀了你！”声音落下，刚刚被打入地下的老者重新出现。老者披头散发，衣衫破烂，身上却散发出狂暴的气息。他抛出一枚青铜印，在空中迅速放大，眨眼间就变得如同小山大小，直直对着禽兽压下。神功境法器，正好试试我的神通。禽兽一脸冷漠，五指成拳，恐怖的血气冲出体外，一拳轰出，无数金色符文瞬间浮现，隐隐间有龙吟虎啸之音传出。神通虎刨龙拳，轰隆隆，砰！虚空摇动，在老者惊骇的目光中，青铜大印直接被轰飞，翻转数圈后迅速缩小，最后砸向下方山脉。怎么会？老者嘴角一血，受到不轻的反噬。他看向不远处两名神功境7重，大喝道：“一起上，杀了他，不然我们都得……”话还未说完，禽兽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身前。下一刻，老者整个人就被拍成一团血雾。两名神功境7重见此，腿肚子都软了。逃！没有丝毫犹豫，两人运转神通，一左一右向2个方向逃去。此刻，他们只恨爹妈没有给自己多生2条腿，分开逃了。禽兽看着遁逃的两人，微微皱眉，随后他随便选了一个追了上去。哈哈哈！好，吴阳，看来你紫炎宗的强者也不怎么样啊。远处战场，大长老哈哈大笑，心中震惊禽兽战力的同时，对着吴阳2尊神功巅峰发起更猛烈的攻法。该死，那小子的战力怎会如此强大？吴阳脸色铁青，无比难看。短短片刻时间，他们紫炎宗就陨落2尊神功境强者，这可是宗门的高端战力啊！看着追杀而去的禽兽，他眼神闪烁，下一刻爆发出恐怖灵力，数道神通不要命的轰出，在击退大长老后，片刻不敢停留，直接转身就逃。他怕了，怕禽兽回来和大长老一起联手对付他。吴阳长老，等等我！另一尊和二长老交战的神功巅峰见状，同样爆发出强大神通，暂时逼退二长老。可就在他准备遁走之时，大长老的身影却拦在了前方。另一边，禽兽运转神通，缩地成寸，很快追上那名倒霉的神功境7重，数招之间便将其斩于手下。可惜，禽兽转身，目光看向另一尊逃走的神功7重，微微皱眉。在这片刻间，对方已经彻底消失，连神念也无法捕捉到。就算他有缩地成寸之能，也追不上。不过，逃得了和尚，逃不了庙。紫炎宗冷厉的声音从口中传出，禽兽转身离开，横渡向山脉上空的战场。数个呼吸后，他就出现在山脉上空。此时，神功境巅峰的大战已经平息，空间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。两位长老如何？禽兽扫了一眼战场，
目光看向大长老两人，让他们逃了。大长老脸色不是很好看，将手中抓着的一条断臂扔出，这是他和二长老联手之下从后面逃走一人身上撕下的。无妨，逃走就逃走了。禽兽摆了摆手，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，毕竟几人都处在同一境界，对方铁了心想逃，不是这么容易留下的。大长老两人点了点头，随后目光看着禽兽，略微迟疑，开口问道：“少宗主，你方才展现的异象，两人十分好奇，禽兽到底是什么体质，居然有如此恐怖的战力，能够跨越6、7重小境界，轻松斩杀敌人？普通体质而已。两位长老不必惊讶。”禽兽随口回应，没有明说。普通体质，骗鬼呢？两人闻言心中腹诽，普通体质能有这样的战力？青云宗身为3宗之一，宗门内也有2尊灵体，他女儿柳青青便是其中之一，拥有冰灵之体。可就算如此，也最多只能跨越4个小境界杀敌，并且还是在玄丹境这种低境界才行。越往上，想要越境就越难。像这样在神功境跨越6重小境界一击阵杀对手，简直就是天荒夜谭。不过禽兽不想说，他们也不勉强，只是眼中不可避免多了一丝敬畏。好了，还是先拘了灵脉，尽快返回宗门吧，迟则生变。禽兽目光转向下方山脉，淡淡说了句，随后双手探出，虚空中幻化出巨大手掌，抓向藏在山脉中的灵脉。轰隆，大地剧烈震动，崩裂开一道道恐怖的裂痕，一条数百丈长、散发着浓郁灵气的银白大龙被拔起，敖空间中响起若有若无的吼叫。收！禽兽低喝，手掌翻动，巨大的灵脉凭空消失，被收进内世界中。在修炼界，修士达到神功境，除了凝聚出神魂外，还会开辟出自身的内世界。随着修为提升，内世界也会随之变化，据说演化至最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。灵脉已经收取，走吧，回青云宗。禽兽转头看向大长老二人，大长老二人微微点头，识趣的没有询问灵脉的归属。然而，就在3人祭出一艘战船，准备离开之时，前方的虚空忽然裂开，磅礴的威压倾泻而出。苍老毫无感情的声音在空间中响起：“杀我宗长老，夺我宗灵脉，难道想就此离开吗？”空间通道，踏虚境修士。禽兽看着被撕裂的空间，脸色微凝。只有修为达到踏虚境，才有能力撕裂空间，构建空间通道，在更深层次的空间中赶路。身旁，大长老两人如临大敌，齐齐上前一步，挡在禽兽前方。能够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踏虚境，用屁股想也知道是紫妍的人。只是想不到对方的动作这么快。在几人注视中，一名灰衣老者从中走出。老者满头白发，身形却异常高大，恐怖的气息让其看起来如同一头年老的神狮。禽兽看着对方，眼睛眯了眯，在他眼中，一道道信息被看得清清楚楚。百里魂，紫妍宗老祖，上代宗主，修为踏虚境2重年龄，1782功法神通，赤炎古经，火龙式灭魂煞剑。而此时，百里魂的目光也落在了禽兽身上，眼中微微闪过金色。神功境1重，小辈，就是你杀了我紫妍宗几位长老。虽然在来之前，宗主就将所有信息告知了他，但此时见到禽兽，还是忍不住震惊。毕竟能在神功境1重逆伐神功境8重的妖孽，即便是他也从未见过。禽兽闻言并没有说话，而是直接在心中召唤童子。童子将中品灵脉全部兑换修为。丁，灵脉由于开采过半，现在价值200万中品灵石，全部兑换修为。宿主修为提升至神功境6重。系统声音落下，一股磅礴的灵力从体内深处涌现，神功境1重的修为猛然拔高，好似打了鸡血般，瞬间飙升至神功境6重，省下2年半苦功。神功境6重，足够了。禽兽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虽然只是提升了几个小境界，但他也很满足了。神功境6重，他有自信可以抗衡对方，就算不能杀，也可全身而退。小辈，你笑什么？百里魂脸色一沉，盯着禽兽冷冷开口：“笑犯法吗？玄州那条规定不能笑了。”禽兽摊了摊手，哼，找死！百里魂冷哼一声，手掌抬起就准备拍死禽兽。只是下一刻，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，抬起的手掌重新放下。本座念你修炼不易，给你个活命的机会，只要以道心起誓，成为紫妍宗的战奴，便留你一条性命。紫妍宗死了几位长老，已经撕破脸了，不可能再放这几人回去。不过，要是能将对方收为战奴，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而且，眼前的小辈体质强大，若是能为宗门所用，也能弥补损失的战力。做紫妍宗的战奴，禽兽自语，脸色逐渐有些冷。这老家伙算盘打得真响啊，就连童子都看不下去了。罕见带有怒气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：“丁，太嚣张了，这是羞辱，赤裸裸的羞辱！宿主，本系统决定了，给你贷款50万上品灵石，将修为提升至踏虚巅峰，捏死这渣渣。贷款！”禽兽脸色古怪，刚想答应，但想想又觉得不对。童子提升到踏虚巅峰，应该不用50万上品灵石吧？按照他的计算，提升至踏虚境巅峰，应该只要47万多上品灵石而已。丁，2万多利息。好吧，但禽兽无语。童子还是那个童子，不过他也没有拒绝。有了修为，还怕弄不到灵石？区区2万多利息，皮毛而已。丁，宿主负债50万上品灵石，修为提升至踏虚巅峰。轰！瞬间，恐怖的力量在体内奔腾。刚刚才提升至神功境6重的修为，又再次飙升，只是呼吸间就已经到了踏虚境巅峰。感受到体内恐怖的灵力，禽兽感觉自己随手就可以撕裂空间，脸上露出戏谑笑容，看向对面的百里魂，想让我当战奴，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百里魂脸色一寒，冷哼出声，挥手间甩出一道符文锁链，跨越空间捆向禽兽，待本座将你带回宗门，种下奴役。少宗主，快走！大长老怒喝，二长老也是脸色沉重，两人拦在禽兽身前，刚准备出手，拼死拦下符文锁链，下一刻却被一只手帕拉开。禽兽推开两人，一步踏出，出现在符文锁链前方，抬手便将其捏碎。大长老两人瞪大眼睛，又使劲眨了眨，因为被禽兽扒开，而刚到嘴边的喝骂声止住。卧槽了，什么情况？踏虚境强者凝聚的符文锁链，随手就给捏碎了，就连对面的百里魂都一脸惊色。他方才虽然没有全力出手，但以他踏虚境2重的修为，即便是随手凝聚的神通，也不是一个神功境1重能够抵挡的。什么特殊体质能够跨越一个大境界？他不信。小辈，你隐藏了修为。百里魂脸色有些阴沉，眼中闪过杀机。不知为何，他心中此时竟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，是不是隐藏修为
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禽兽淡淡开口，一脸随意，这种修为比对方高，俯视对手的感觉是吗？哼，试试就试试，本座还能判你一个小辈。百里魂嗤笑，双手大张，恐怖的灵力从体内冲出，虚空顿时刮起风暴，天空变红了，厚重的火云在上空凝聚，一条条巨大的火龙在云层中翻滚。下一刻，火龙扑下，恐怖的高温让下方山脉瞬间燃烧起来，巨木成灰，山石融化。该死，好恐怖，完犊子了！大长老两人骇然看着扑下的无数火龙，他们想要阻挡，可恐怖的威压下，身体像是陷入了泥潭，动一下都无比艰难，只能将目光看向禽兽，祈祷对方还能接下这一击。小辈，死吧！百里魂满脸杀机，低喝出声。现在他已经不想将禽兽带回紫炎宗做战奴了。这种妖孽，就算种下奴印他都不放心，只有彻底杀死才是最好的做法。呵，你对力量一无所知。禽兽望着狰狞扑下，想要将一切都焚灭的火龙，淡淡一笑，随后抬起手掌，虚空一展，轰！恐怖的灵力直接将虚空分为两半，漆黑的空间裂缝蔓延到视线尽头。所有火龙在这一击下，顷刻间被撕碎。高空之上，一条恐怖的裂缝将天空分为两半，所有火龙断成两截，在嘶吼中重新化为灵力，溃散于天地间。刚刚还一片火红、炙热异常的虚空，瞬间变得清明。除了横贯空中的裂缝，一切都仿若从未发生过。斩碎了！少宗主恐怖如斯，简直不是人了。大长老两人看着头顶上空漆黑的裂缝，表情十分精彩。这真是老母猪戴胸罩，戴完一套还有一套。当他们自以为看清禽兽的实力时，对方总是在下一刻又开始刷新境界。另一边，百里魂人都傻了。眼睛瞪大像铜铃，一副难以置信之色。他看着禽兽，控制不住的大喝出声：“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实力？”他全力使出的神通，就算他虚境三重都能一战，就这样被轻飘飘一掌斩没了。这特么还是神功境一重！百里魂神念涌出，双目金光大盛，想要窥探禽兽真正的修为。然而探出的神念如泥牛入海，还未靠近禽兽，便被莫名吞噬。如此变故，让他脸色变得更加凝重。老家伙，看来你的实力不行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上路吧。禽兽淡淡开口，脸上一片冷漠。说完，也不再看百里魂难看的脸色，手掌抬起，遥遥朝对方一握。虚空传出沉闷的嗡鸣声。一股恐怖的力量凭空降临，将百里魂连同周围空间一起禁锢。紧接着，被禁锢的空开始崩裂，好似即将破碎的镜子，出现一道道可怖的裂痕。裂痕蔓延中，百里魂身上被割裂出无数口子，一瞬间鲜血淋漓。该死，凭你也想杀我？给本座破！百里魂怒喝，身上爆发出骇人气息，想要破开禁锢的空间逃离。然而，尽管他将一身修为尽数爆发，可身体依旧被死死禁锢住，丝毫动弹不得。不可能！本座堂堂踏薛二众，紫炎宗老祖，玄州的顶级强者，怎会连你的禁锢都挣不脱？百里魂大吼，眼中终于露出惧怕之色。没什么不可能的。禽兽声音冷淡，手掌重重握下，砰！禁锢的空间破碎，中央的百里魂瞬间被分成无数块，就连神魂都逃不出，彻底陨落。随后，他手一招，破碎的空间中飞出数道白光，落在掌中。一小堆透着浓郁灵气的灵石，一柄长剑，数枚玉简，十几瓶丹药。可惜，禽兽看着手中的物品，眼中露出一丝可惜。以他现在的修为，也只能从对方内世界中锯出来这些东西。至于其他的，都随内世界一起灭了。远处，大长老两人呆呆看着坠落地面的肉块，神色震撼。就这样死了？老二，你打我一下。大长老忽然开口，啪！哎呦，老二你下死手！大长老捂着肿起来的脸，声音中满是怒气，痛就不是幻觉。二长老将手背到身后，抖了抖，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紫炎宗老祖，他虚境的强者，真被少宗主捏死了，像捏死一个小鸡仔，还是死无全尸。想想自己两人修炼数百年，都未能踏入他虚境，可现在自家少宗主居然随手就捏死了一个。不自觉的，他们看向禽兽的眼神中，敬畏更甚，敬畏中还夹杂着丝丝陌生。这时，禽兽一步迈出，身影出现在两人身旁。两位长老，我们走吧，该回去了。对，是该马上返回宗门。两人点头，脸色有些凝重。接连杀死紫炎宗数尊强者，甚至其中还有一尊踏虚境，紫炎宗肯定会发疯，要尽快返回宗门，早做准备。看着两人一脸凝重的表情，禽兽只是笑了笑。紫炎宗，就算对方不来，他也会找上门。既然已经杀开了头，那自然要斩草除根。眼中闪过一丝杀机，挥手撕裂空间，卷起大长老两人就踏入其中。在几人离开后，虚空一阵波动，扭曲中一道苍老身影浮现。苍老身影看着愈合的空间通道，神色兴奋。好恐怖的天赋！咱青云宗出怪物了！青云宗山门外，高空上虚空裂开，三道身影从中走出，这就回来了，好快！大长老看着矗立的山门，心中感慨：踏虚境强者的手段果然强大。他们去流云山脉，足足用了小半天时间，现在居然片刻就回到。三人落下地面，守山长老立刻拱手恭敬道：“少宗主，两位长老。”禽兽微微点头，随后径直穿过山门。身后，守山长老看着三人的背影，久久才收回目光。如果他刚才没看错的话，三人是从空间通道内走出来的。开辟空间通道可是需要踏虚境才能做到，是大长老还是二长老？守山长老喃喃自语，眼中满是羡慕之色。他没有往禽兽身上想，毕竟不久前禽兽才爆出灵阴境修为。宗门议事殿，禽兽三人来到大殿中时，秦无敌早已等多时。大长老柳山刚进大殿，声音就嚎了起来：“宗主，出事了！”上方，秦无敌坐在椅子上，脸色瞬间一黑，会不会说话？他好好的坐在这，哪里出事了？禽兽也是将目光看向大长老，总觉得这句话有些熟悉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刚将这个想法压下，一旁的二长老又来了句：“宗主，死人了！”什么死人了？二长老，你好好说话。秦无敌脸更黑了。二长老见状，嘴角扯了扯，随后将流云山脉所发生的一切原本说出。直到2分半钟后，什么？你们杀了紫炎3个神功境，一个踏虚境，没骗本宗？秦无敌听完，脸上一片震惊，目光死死盯着三人。不是我们，是少宗主一人杀的。大长老补充：“二长老点头。臭小子，
你秦无敌目光转向禽兽，眼神透着询问，实在是太害人了。自己儿子什么底细，自己知道，怎么也不像是能杀他虚境的人。除非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秦无敌眼中光芒更甚。禽兽被这个目光看得不自在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总感觉对方的眼中在冒绿光，连忙轻咳一声，转移话题。父亲，现在紫炎宗死了几尊强者，恐怕要发疯，你还是要早做准备。秦无敌闻言，认同的点点头，确实要做准备。说罢，他目光看向大长老，大长老，传本宗令，召回在外所有弟子。长老，本宗要上紫炎宗讨个说法。大长老闻言，双目一亮，宗主英明。说完，一刻不停留，带着二长老转身就出了大殿。禽兽看着大长老两人离开，将目光转向秦无敌，斟酌片刻后开口：父亲，我想去宝库一趟，最近修为突破，需要不少灵石。秦无敌闻言，没有丝毫迟疑，大手一挥，十分豪气：没问题，需要多少尽管拿，只要你修为能够突破，就算搬空宝库也无所谓。说着，手中出现一枚青金色玉牌，丢向禽兽。禽兽现在就能杀他虚境二重，要是修为突破，那不是更恐怖？或许突破后，青云宗能借此成为玄州霸主。毕竟玄州评级三大宗门最强者也不过是他虚境低阶而已。禽兽接过玉牌，眼中闪过怪异之色。